大家好，10万美元以上比特币之前，希望大家做好仓位控管、风险控管。那这一次美联储一系列鹰派表态，引发全球恐慌，空头趋势一路下来，感觉是欧美财团在自导自演。昨天比特币，反正我是在加仓了，因为美联储已经放鸽了。那短期这个位置会不会有一波降息炒作的预期？这里我们应该如何判断？等下来分享几张图表。国语很烂，感谢点赞，或者新粉丝也可以加入我们 Discord 交易圈。另外，如果你正在考虑交易加密货币，我个人是选择使用 OKX 交易所，它是全球最大的加密货币交易所之一。视频下方有我的 OKX 邀请注册链接，现货合约交易手续费永久返佣20%。我们先来看一下比特币日线的这张图表，可以看一下昨天比特币价格跌到接近8万美金的这一根 K 线。下方的这一个成交量，它是整个波段下跌里面最大的一根量能。那十几年的交易经验，有卖这个位置有人在卖，那就应该有人是在这个位置买，而且它是整个波段里面，你可以看一下整个区间里面最大的一根成交量，所以估计应该是有人在这个位置恐慌，或者是昨天，反正我是在加仓了一些币本位的多单，因为如果这个位置真的会不会有一个转折，或者是短期会不会有一个反弹，现货也想赚，期货也想赚。那我们来看一下，我们要想一想啊，就是这一波下跌，美联储之前是放鹰，但是昨天已经改了，它是在这个位置已经转鸽派了。我们要记得前面这一波的一个下跌，也是同样在这一个下跌波段的低点放出这种大的量能，估计有人在卖。那就是有大人应该是在这一个区间里面买入，因为后面价格是涨的。然后我们来看一下，也就是比特币昨天8万美金，或者是现在也在8万美金附近啊。那美联储的3把手目前是在放鸽，也就是美联储纽约联储主席这个威廉姆斯，他是觉得随着劳动力市场的降温，美联储在近期仍有一步降息的空间。所以我们来看一下，也就是12月10号美联储降息的概率目前已经是上升到 70%， 前面的时候还不到 30%， 短短的一天时间。或者是我们来看一下，就是这几天推特是一直在跟踪美国的那边经济数据，前面几天发布的那一个非农就业数据，但是有一个很重要的数据，也就是美国的失业率，它是继续上升来到这个 4.4。那我们要想一想，目前是特朗普在执政，为什么他一直希望那个美联储赶快降息？或者是我们要想一想啊，特朗普是一个企业家，记得在2020年的时候，当时美国的利率在这个疫情出现危机的时候，我是记得很清楚哦，美国是一下子把利率直接降到0啊，降到0以后，后面整个比特币就开启了这么波澜壮阔的一波大牛市。反正这一次比特币跌到至这一个，我们看一下，也就是这张图表，虽然是跌破了周线的这一个50 MA， 也就是这一波牛市以来，它几次守在这个50 MA， 那这一次虽然是跌破了这个10万，或者是也是有跟朋友们提吧，低点在计划，新的资金我可能9万开始，看会不会有兴趣。然后我们再回到比特币日线的这张图表，那当然这一次下跌，我不是所有比特币都买在这个低点的位置啊，或者是我们来看一下这个9万，我们先观察，既然美联储已经在放鸽子了，那短期有可能会有一波或者是反弹，因为估计在没有降息之前，大概率都会有一个降息炒作的预期。不过我们要思考一下，就是在这个区间主力的想法到底是什么？或者是为什么之前跟大家讲，如果有在低于9万，我可能会开始有兴趣，因为就是当时这个位置美国关税危机的时候，它主力的洗盘成本区是在这个区间，所以这一次再回到这个区间，有可能主力，我的观点是不排除它会在这个区间，也就是这个区间里面会不会继续洗盘。那短线有几种走势，有朋友也是在讲比特币会不会直接微转，微转非常的稀缺哦。我的观点是，你先观察，像之前的这个低点下方有量能，或者是这一根感觉是要微转，但是后面又洗下来，又上去，又洗下来，又上去，又洗下来，因为上面有套牢盘，
所以短期的这个位置，我们先观察吧。比特币很重要的一个压力，也就是这2-3根 K 线的低点，大约是在 89K 附近。如果短期涨高了，可能不适宜去做一些短线的追加，因为短线目前的趋势，目前还是空头趋势哦。或者是如果下一步真的起来的话，你尽量去留一下比特币4个小时目前的这个144的通道，它也是一个空头的趋势。早在这一个10.6500美金的时候，其实有看到，就是这个指标死亡交叉，像这种144的通道再反的时候，上面是有一大片的压力区，也就是这一个低点的位置，或者是那现在的这个144通道，我们来看一下为什么要去留一下，就是89000附近。如果比特币短期上去的话，这边有一个盘整区哦，我们去观察一下，也就是下一步它这个蜡烛有可能94000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压力，会不会来到这个位置？还有一个非常重要，就是这个区间。如果能回到这个89000上方，那有没有可能主力会不会在这个区间盘整一段时间？去留意就是下一步的这2个指标，我们去观察一下，也就是之前的这个位置，它在这边盘整，把这2个指标扭转为一个多头黄金交叉的时候，那我们去留意一般历史的经验，右侧的买点就是每一次有压回来的时候，如果踩在这个144通道，或者是我们看一下2024年这边黄金交叉的时候，有踩在这个144通道上方，有可能就是下一步进一步做多的买点。然后我们来看一下狗狗币日线的图表，狗狗币昨天的低点就达到，也就是2025年4月份的这个低点。那短线的狗狗币我们观察吧，这个箱体尽量是赶快回到这个 0.15 上方，所以短期的狗狗币反正先观察吧，价格能不能回到这一个区间里面。但是所有的技术分析，我想跟大家讲，你要尊重的一个前提就是先看它的趋势啊，特别是山寨币，高点更低，高点更低，低点也更低，要做多是很难的。包括我们看一下这个以太坊，以太坊的话，前面判断也不准。那昨天的这个低点，它就踩在这个箱体的支撑。或者是这边也是有一个小箱体的支撑，短线我们尽量先观察吧，以太坊能不能回到这个3000美金里面的区间里面去盘整。最后感谢大家收看，对我们